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如果有人要问社长最喜欢日本的哪个城市啊，社长的答案非常明确，那一定是京都。京都的美啊，就像日本的著名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句子：春雨におあくびする美人かな。春雨中的一个美丽女子打着哈欠。是的，相比于东京的现代化、大阪的商业味、名古屋的工业感，京都最吸引社长的地方就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其精致的审美情怀。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啊，有1000年之久，历史的沉淀啊，使它拥有着无可取代的古都风貌。800多座神社和1700多座寺庙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纸园里花见小路上穿着和服的女子优雅地走过，而大街小巷上那些古厅屋的一窗一景、一步一情，更是浓缩了京都最传统的典雅韵味。社长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这些古香古色的日本厅屋，一起寻味延续1000年的京都之魂。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厅屋就等于日本的老宅子，但严格来说并不是这样。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啊，厅屋是民家的一种，是提供给厅人居住的，同时带有店铺的都市型住宅。而最原汁原味的厅屋建筑群啊，就集中在京都，堪称京都景观和文化的象征，所以又常叫做京厅家。那么厅人又是什么呢？厅人是日本古代的一种社会阶层，他们主要是商人，也就是说啊，做生意的。所以简单来说呢，厅屋就是古代日本商人们的住宅。厅屋最早起源于平安时代兴起的市场中贩卖商品的小屋，也被视为是商住合一建筑的原型。那个时候啊，朝廷贵族们从地方征用土地之后啊，把土地卖给当地的老百姓，而这其中呢，临街的部分是作为商铺最好的地段，所以形成了叫做两侧厅的城市规划。进入江户时代之后啊，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积累了资本，于是沿街并排建造了前面做买卖、后面住人的这种厅屋样式。如今啊，京都还保存了大约4万多户的厅屋，其中大多数都是江户到大正时期建造的。既然不是所有老宅子都叫做厅屋的话，那么要怎么区别呢？其实厅屋的特点啊也很明显，其中之一啊就是门面窄。战国末期啊，丰臣秀吉提议以房屋的门口宽度来征税，于是京都人纷纷投机取巧，把房子建得又窄又长，门面越小，税收就越少。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户型深。厅屋门面虽小啊，但别小瞧了它的度量，走过窄窄的通道就会豁然开朗，发现内有乾坤，很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趣味性。内部深长的厅屋啊，也被戏称为鳗鱼的寝床。社长刚刚说的那2点啊，是厅屋共有的特征。然而，根据时代的发展啊，各时期所建造的厅屋样式又有所不同，可以大致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厨子二阶，又叫重二阶，是江户到明治时期典型的厅屋样式。特点是2楼的天花板建得较低，因此2楼呢主要不是居住空间，多是用来储藏物品。另一个特征啊是2楼的窗户多为重龙窗式的竖栅栏设计。第2种叫做总二阶，又叫本二阶，是明治后期到昭和初期出现的厅屋样式。相比厨子二阶啊，总二阶的2楼高度明显高了许多，2楼也开始作为卧室使用。同时呢，重龙窗式的窗户设计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变成了玻璃窗。第3种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室武屋，是在明治到大正时期建造的厅屋样式。室武喜猫的字面意思啊，就是结束。当时由于商住分离的推行，屋子前面啊已经不再设置店铺，整栋厅屋都是住宅专用，所以呢，喜猫鸭其实就是不再做买卖的人家，或者说是歇业的人家。屋檐下小小的出格子啊，也是其一大特征。最后一种是大平灶，属于室武屋的进化型，是医生或者商人等富裕阶层建造的住宅专用厅屋。特点是啊，建筑的规模都比较大，然后在房屋和街道之间砌了一面被称为平的墙壁，因此得名大平灶。厅屋不止外形优雅，其实也处处暗藏了古时日本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比如像这种安装在1楼叫做格子的栅栏，就是最早的防盗窗。根据业种的不同啊，格子的宽度与长度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重视采光的布店，使用的就是从外侧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密屋格子；米行和酒行需要经常搬运大型货物，则用的是较为坚固的米屋格子和酒屋格子。这种设置在1楼临街的墙壁外面，高度约为1米到1.5米的低矮栅栏啊，叫做居髻。从名字就可以得知啊，这是古时候用来拴马的。厅屋的外墙边缘啊，一般还会设置有犬狮来
啊，这是一种竹制的装置，一般做成罩型，在墙地面之间形成一个坡度，把墙角挡起来。目的呢是为了防止猫狗在墙角撒尿，也可以防止溅起的雨水或者泥土弄脏了这个墙壁。这种尖尖的东西啊，叫做 shinobi gaishi。由于厅屋入口窄小啊，内部结构深长，所以在以前啊非常容易被盗。因此屋主啊就利用尖锐的金属或者削尖的竹子，以扇形设置在屋顶上来抵御小偷的入侵。老房子再生是最近各大城市流行的趋势，流淌着千年岁月的京都啊，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动辄上百年的老厅屋，因不能适应如今的消防建筑等法规，在1950年后便停止新建。尽管京都已经是日本目前厅屋保护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因战火、自然灾害、社会变迁等原因啊，如今传统的老厅屋每年正在以2%的速度消失。为了挽救这些逐渐凋零的历史见证，不让京都引以为豪的传统视听街景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京都市政府推出了庞大的厅屋保护计划，巧妙地沿用旧有的建材与结构，让厅屋再度融入京都市民的生活中，也让厅家文化重新受到瞩目。于是啊，在创新与传统之间，老铺也逐渐发展出新的京都特色，而咖啡馆就是力求转型突破的其中一环。身为全球咖啡品牌的老大哥，星巴克在京都的清水寺旁租用了一栋历史超过100年的老厅屋，开设了全世界唯一一家拥有日式榻榻米的星巴克分店，将流淌着历史岁月的100年厅屋注入了咖啡的香气。这家星巴克虽然地处2年版中心的位置，但它却又藏身于古街之中，外观与周围的厅屋并无二致。如果没有仔细看啊，一不注意就很可能走过了。这家看似朴素低调的星巴克，其实处处暗藏亮点。玄关前的藏蓝色暖帘上隐约印着星巴克的 logo， 2楼还有个不太显眼的双尾人鱼灯笼。内部装修呢是琥珀色调，融入了旧厅屋的怀旧气氛。时尚的吧台巧妙地融合在古老的厅屋中，榻榻米上摆着的织锦坐垫，以及述说着咖啡故事的挂轴，都让人不禁感叹，那个熟悉的星巴克仿佛是穿上了和服一样深邃典雅。号称咖啡界 Apple 的蓝瓶咖啡也不甘落后，带着它那高品质的烘焙咖啡和过目不忘的 logo 也进驻了京都。地点啊选在了京都乌丸御池站旁的东洞院六角，并让拥有100年历史的石森自行车商会华丽变身成为老厅屋咖啡馆。店里大量使用了京都北山山的木质内装，浓浓的复古氛围与咖啡香气，让人一踏进店里就能感受到最美好的京都风情。2楼空间则摆放着高颜值的极简风咖啡器具，这种流行的潮牌咖啡与传统的日式厅屋的碰撞，让人完全没有违和感，古今完美的交融在一起。除了咖啡店，最近许多高级的奢侈品品牌，例如爱马仕、香奈儿，也看上了这些老厅屋的历史氛围与建筑的特质，纷纷在京都开启了异于传统门店的概念快闪店。老厅屋的岁月积累是一道欲语还休的含蓄目光，无论是爱马仕的橙色还是香奈儿的红色，与古色古香的厅屋形成独特的视觉冲击，时髦美丽而又完全不违和。厅屋优美的空间品质也让奢侈品牌有了文化的深度与更多的品牌价值，传递出了一种日式的精致美感。如果说咖啡馆和奢侈品店的格调与厅屋的性格还比较吻合的话，那么厅屋风的汽车 4S 店一定会让你充满好奇吧。奔驰的 Smart 就把自己的 4S 店开到了京都冈崎的一座老厅屋里，有庭园，有枯山水，有榻榻米，还能在铺着石板路的古街老巷里开着 Smart 兜风，想想就觉得过瘾吧。除此之外啊，还有知名的相机品牌徕卡也在花见小路的厅屋里开了家永久旗舰店。徕卡的入驻啊，又让古老的京都多了一份艺术感。倘若厅屋改造的咖啡馆、餐厅、名牌店是一种跨界再利用，那么将厅屋回归其本身的用途居住，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传承。在体验式旅行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倾心于像京都当地人一样，选择一家厅屋旅馆住上几晚，深度体验一下风味盎然的厅家生活。记得2年前的一个周末，社长就带着家人来到京都鸭川旁的一家厅屋旅馆住宿。到了晚上啊，社长躺在桂木打造的露天风吕里，一边泡着澡，一边品尝着山崎 whisky。人生最惬意的时刻莫过于此啊，但是一般没有这么干的啊。
这时社长的脑海里就闪过一个念头，既然自己都这么喜欢听屋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也能体验听屋的魅力呢？于是社长的公司便启动了古听君京都旅馆百栋计划，目标与日本的资深建筑设计师合作，在京都修建100栋古听君品牌的高端听屋旅馆。经过2年多的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拥有潭山旅馆、大宫旅馆、城下之宿等12栋旗舰听屋已经开业，另外正在建设的还有3栋。在建造过程中，我们最大程度地延续了听屋的传统风格，温厚的木色与复古的装饰相结合，呈现了丰富的空间层次感，重塑了老听屋的历史情怀。不只是装修设计考究，旅馆里古朴的柜子、精致的茶具、桂木的风吕、幽静的庭院，每一处小细节都悄悄诉说着京都的情怀。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中央空调、智能马桶这些现代科技植入传统厅屋，保证了旅客在享受传统的同时，居住的舒适度也不打折扣。社长希望能够营造出一个可以呼吸历史、品味生活的空间，想用纯粹和极致的美带领入住的旅客重温100年前的京都时光。One Night in 京都，我们不再是过客，住在厅屋里，伴着木头的香气，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风尘中，恍然如梦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都对厅屋有了一些了解，但想要真正感受厅屋的魅力，社长建议你一定要亲自来一趟京都，漫步在京都的街头巷尾，四季晴雨，日升日落，感受厅屋深沉浸润的历史文化气息。也可以走进厅屋的咖啡馆，偷闲小憩，幻想自己沾染一身古都的风雅，还可以在厅屋餐厅里交错的梁柱下享用最具日本特色的怀石料理，或者不妨也到古听君的厅屋旅馆住上一晚。木格窗透出微黄的灯火，坐在榻榻米上捧着茶，体会最传统的日式生活的味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点赞加关注。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